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藤野智哉医生所著的《不要过度为了别人而活》这本书。本书适合那些在工作和家庭中容易过度付出、被他人牵着走、经常负面思考的人。在这段视频中，我将从本书中挑选出特别触动人心的内容来进行介绍。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只需要先休息一下就好；第二，更加关注自己的需求；第三，以算了的心态过自己的生活。首先是第一部分，只需要先休息一下就好。第一个要点是，将可以推迟的事情推迟到明天。试着暂停一下为了他人而过度付出的行为，适当的为自己腾出休息的时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懂得有效休息，以便持续努力的人，而不是一个不休息、持续拼搏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点，当您决定全力投入某件事时，不妨考虑是否可以在其他方面稍微放松一下。每个人的努力极限都是有限的。例如，如果您为了减肥决定去健身房锻炼，那么在打扫卫生时就可以适当放松一下，就像断舍离一样，减少一些任务也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很多人误以为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就是高效，但结果却是一整天无所作为，最终会感到沮丧。其实浪费一点时间也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偶尔享受这种奢侈，将某些事情推迟到明天再处理，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这个社会上，许多人即便明天能做的事情也非要今天完成。然而万一您明天不幸去世了，至少那些原本计划留到明天的讨厌任务就不必完成了。勉强做不喜欢的事情，而明天却意外离世，这岂不是更加令人遗憾？不妨让自己从明天开始全力以赴。当然，总想着明天开始全力以赴可能会让时光匆匆流逝，但这种生活方式未必不好。保持轻松的状态，把全力以赴留到紧急的时刻。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紧急的情况，那么您就可以一直轻松度日。尽管常有人说要全力以赴，但如果您能做到不全力以赴而依然表现良好，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了。此外，留有余地也能带来从容。拥有余地可以让您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不至于慌乱，平时保持轻松的状态，遇到意外时也能应对自如。这样还能让你以更客观的视角看待自己，并在面对问题时保持冷静。因此，作者建议将全力以赴留到真正需要的时刻。第二个要点是，前进的方向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许多人认为自己必须要保持积极向上，但究竟谁来定义这个积极的标准呢？例如，如果上司对您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同事们可能会鼓励您要积极向上，继续努力。然而，您是否曾怀疑过，这是否真的算是积极向上的表现？忍受上司的恶言，也许在上司或同事看来是积极的，但对您自己来说，可能反而是消极的。继续容忍被欺负的状态，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积极的方向应该由自己来决定。您可以认为自己目前所选择的方向就是前进，逃离不愉快的环境，同样也是一种前进的方式。无论是逃离那些攻击您的人，逃离黑心公司，逃离令人不快的社交媒体帖子，还是逃离伤害您的亲人，这些行动真的有那么消极吗？有人说人的双脚是为了向前走，但您完全可以用来逃离，因为逃离的方向对您来说也是一种前进。您不必强迫自己保持积极，也不必认为从讨厌的地方逃离是错误的。如果忍受不快的事情只是为了表现得有礼貌，那不妨将这种礼貌抛到一边。什么才算积极，应该由您自己来定义。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更加关注自己的需求。第一个要点是改变自己的认知。当别人对您说加油时，你会怎么想呢？如果您感受到这是一种期待，并能积极回应，那自然是好的。然而，如果您觉得这是在给您施加压力，或者觉得别人是在暗示您做的还不够好，那么这就是需要注意的信号了。
听到相同的话时，您的感受往往反映了您的心理状态。作者指出，当您感到别人的优点让您感到失落时，可能是因为您内心存在着不满。认知偏向负面。所谓认知，指的是我们对事件和信息的理解与感知。每个人的认知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认知也会发生变化。那些总是看起来幸福和快乐的人，并非生活在一个特别的世界里。幸福其实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选择去寻找幸福，还是只关注不幸。通过改变认知和接受事物的方式，我们会发现幸福其实更容易获得。举个例子，当看到孩子在车上吵闹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父母教育不当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觉得这是孩子充满活力和天真的表现。再比如，当上司将任务分配给您时，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在增加工作负担，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这是上司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即使在相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即便您的感受与他人不同，也不必过于在意。但如果某些事情让您感到困扰，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认知，尝试改变认知，往往会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例如，如果您认为自己因为朋友少而感到不幸，可以尝试质疑这种想法，思考为什么会认为朋友少等于不幸。也许你会发现，虽然朋友不多，但与现有的朋友相处愉快。或许还有很多幸福的人并不需要很多朋友。通过这样的反思，您可能会发现，原本认为的不幸只是自己的一种错误认知，而实际上，你已经很幸福了。第二个要点是，不要为讨厌的人浪费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假设您的一生是80年，那么这80年就是您的生命。无论是拖延的2个小时，还是勉强加班的2个小时，亦或是与亲人共度的2个小时，都是在消耗着您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您是否会想要设定优先级，避免浪费时间呢？作者认为，即使是为讨厌的人花费1分钟时间，也是对生命的浪费。因此，他建议，不要浪费时间去思考那些您不喜欢的人，或者揣测他们的行为意义。与其如此，不如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如果你想象一下，假如明天就要离世，你会如何行动呢？这样的思考可以帮助您更清楚地辨别出哪些事情是您真正需要去做的，而哪些是不值得花费时间的。接下来是第3部分，以算了的心态过自己的生活。第一个要点是，从广阔的视角看问题。尽管我们过去可能经历过失败，但回顾整个过程，成功的次数其实更多。当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问题时，眼前的困难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或许您在某个方面表现不佳，但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得很出色。当您从全局来看待自己时，眼前的问题可能会显得微不足道，从而让您觉得放下也无妨。第二个要点是，从长远的时间轴来看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是重大事件，10年后我们再看的话，真的还会那么重要吗？大家试想一下，您是否还记得10年前的失败或者所谓的重大事件呢？相信许多人现在可能都记不清10年前的具体事情了。当我们从10年的角度看待问题时，眼前的困扰可能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作者认为，许多事情其实没有必要让我们过于紧张，生活不需要过度用力，毕竟100年后我们都会化作尘土。因此，面对生活中的琐事或讨厌的人，我们不妨放松心态，活得更自在一些。你有权利为自己而活，不必被他人左右或剥削。请时常提醒自己，你完全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生活，即使生活不尽完美，您依然每天都在努力地活着。开始接受您自己，给予自己关怀和温暖。人生是您自己的故事，不必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